了，又见面了。这是大女主吗？这是一个中式微恐的一个题材。中式微恐。对呀、哦，来给我找个高一点的，你这机位架的不对。快给我再拿一个。啊，你今天定妆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题材我喜欢看。哎呀，我们的《凤凰城2》预约马上破100万了，导演打算啥时候开2呀？这是不是进度有点太快了？这个是后边的话题，知道吗？我觉得按照导演的那个，哦，还没到这一趴是吧？略过。不是，咱今天我觉得随便聊吧，就跟那啥平常聊天似的。行，那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11月份开吧，因为你怕热。你还是比较懂我。而且是这样的，夏天拍不了，是拍不了，全是汗。然后，而且但是这次咱也，我估计不能太推到11月了，咱们这次可以就是横店就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就可以。那你让横店变天，横店现在挺凉快的。你记得去年拍的好冷啊。横店现在挺凉快的，拍古装挺好。对，是有点太早。现在那个王哥档期不合适。服了。因为是这样的，第一季呢，我们的凤凰巢就是，不行，这个我需要放在后面说，人多的时候说。哥哥，我们现在还少个人儿。谁呀？谁呀？我们现在还少个人儿，那个把那个特助老师拉上来吧。哦，来。来了。我来了。嗨。快亮个相。我来了。太他妈牛逼了！就是没有过7000这件事情，我很难受呀。希望明天吧。希望咱明天能过一下，好不好？不过这个大盘确实有点冷，感觉是吧？就差那么一丢丢。有些成绩。现在感觉是 AI 剧的天下，我全是。对。是 AI 剧的天下了吗？那咱就是不是今儿随便聊啥都能问了？对呀。问吧。没聊剧。随便问，来吧。导演，你这个剧花了这么多钱，你能挣回来吗？嗨，这个，咱是这样，就是其实这个山村动和一年开很多剧，有的咱们赚钱，有的咱们可以为情怀无所谓啊。所以你这个你为什么打算赚钱？我也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拍这个剧吗？我其实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古装剧的人，所以就是市面上大大小小的古装剧，不管是短剧哈，还是就是因为我主要看长剧，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拍那个古装，然后我有很多就是那个古装剧，然后我都特别喜欢是反复刷那种，然后我就一直心里可能就有这么个东西，知道吧？然后就一直想拍。其实我早就跟哥哥说过，我这一说了好多年了，都已经说了1年多吧，1年半，不止。导演，你记得当时那个就是咱23年拍那个蛇仙的时候？哦，是。啊，那个就我跟那个剧其实差点是我拍的，然后后来种种原因吧，然后我就没拍着啊。哎，你认识我是因为我当时拍《凤凰巢》吗？不是啊，认识你好像要追溯到以前拍《信息流》的时候。就是《信息流》啊，我《信息流》的时候拍《凤凰巢》。那也应该不是《凤凰巢》，是那个小说推广，是另一个啊，跟《凤凰巢》有关系，但是第一个看的是那个《神医嫡女》，应该是记得吗？就那个然后撒个毒的那个。不过我看有一个号扒出来说你演了4版《凤凰巢》还是3版《凤凰巢》？3版。他把你以前的截图全给扒出来了。呀，说明我跟凤凰巢非常有缘分，每次拍《凤凰巢》都浅浅的，就是数据都很好。对，因为当时我记得《凤凰巢》在新一流时代是大爆过的，就跑的数据跑得非常好。那为什么拍3次呢？就是因为第一次拍数据太好了，才有了第2次、第3次。
对啊，那导演那是你拍的吗？不是吧？那不是我拍那太早了，怎么可能？个雷霆嘎巴造型。的啊。哎，所以这次找格格还有这个原因吗？因为前面拍了很多版。他是这样，就是哎呀，就多少肯定还是有点儿，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你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啊，就是你自己心目中已经认定啊，这个如果是叶送，肯定得往格格来啊，就这么回事儿。对，导演还有一私密的话题，你为什么跟格格合作了这么多项目？我这个什么玫瑰冠冕，这有什么私密的？这让导演先说。导演，你先说，你为什么跟格格合作了这么多项目？这个要追溯的，就第一个就是又追溯，你怎么老追溯呀？你这样别点儿。我先说太多重点年了。首先我跟摄制导演的每次合作，他基本上啊，注意都很好。赚钱了。不是，基本上是全部，应该是啊。你看，因为我你看确实看了，应该是全部啊。对，而且数据都很好。对，然后这个为什么老跟王格合作？这个这事啊，那就我们还是要追溯一下，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你们记得那个23年桑总吗？我好像没看过。桑总你没看过啊？没印象。你赶紧 out 一下，然后你先出去，然后看一下，然后再回来，好吧？桑总其实就是南风那个角色。是当时我们女频的第一个大爆款，对，啊，当时就是他在付费跑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后来上了红播免费之后，然后又是一个超级爆款，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大马老师呢，之前是拍那个广告 TVC 的，然后他是看了桑总这部剧，决定来拍短剧的。然后我跟他合作的第一部剧《脱缰》，也是因为他看了我桑总这个角色，然后决定。让我去演脱缰，才有了我们第一次合作。张总其实给我带来了很多我跟市场上非常好的导演的第一次合作，也让很多不想去拍短剧的人开始拍短剧了。对。哦。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我们最开始因为以前没有短剧嘛，我们短剧大概其实是我们先拍的，我们大概22年然后开始拍短剧。然后那个时候，王格格在这个网文界是有名气的，知道吧？就是基本他粉丝很多，就是在网文界那时候没有短剧的时候，然后他就有很多粉丝，因为他演了很多信息流，然后那个让大家的代入感非常强。所以我那会儿去找他也是因为啊，这个人有名啊，是吧？然后咱得找个有名的来演。导演你是真实在呀，你就说格格演技好，不是就完了吗？追溯了这么多。演技确实是一方面，但是我当时确实为啥第一次合作，然后肯定是有这些原因的。好吧，拍的早，我给找一下。我看了的，就是那个邵志导演跟那个格格合作的，就得有个7、8部爆款了。我们应该也就合作了7、8部。哎，这是第8部，这是第8部，对。你看。我俩就是绝对是有点说法的，有点合作一部爆一部，有点这个抱怨啊，有点抱怨。对，你太坚决。导演，你看那个评论了吗？哪评论？后汉朝的评论看了呀。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呢？评论比较喜欢的呀。你觉得夸的比较好的？夸的我感觉夸的就是我觉得好评还是特别多的，然后有几条其实说在我心坎里，就是我们的剧好像一如既往的都是这种比较真实的啊，就是我好像没有拍过特别悬浮的剧，就是你比如说我跟格格合作的这些剧其实都不悬浮，然后我们就比较想拍那种比较落地的，然后生活化的，然后我记得有几个评论，然后写的就是能直击我心灵的，我觉得这写到我心坎里了，因为我基本是不拍那种就是特别悬浮的那种剧，然后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个现实风格，所以包括就是这次《凤凰巢》，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这个广泛意义上，然后大家喜欢带点爽感的那种，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想把它落地一下。
我觉得就是有血有肉的这种角色，我是比较喜欢。我当时看完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我吗？就是穿越回去这么多宫斗剧都白看了，真到真章的时候一个计谋都使不出来。对，是叶凤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对，他不会做出那种去伤害别人的事，而且在他的概念里面，就这个世界就是自己嘎巴了，他就回到原来的世界了。他完全就是来这玩的那种感觉，就是无所谓，对，是无所谓，对。所以你看他打不死嘛，死了也能回来，知道吗？对啊。我觉得他是主要是不怕，死了也能回来。天涯老祖就是送回来。但是就是这一点呢，就是情感上确实是非常真实。导演有没有那些你特别想那个跟他讨论一下的那种评论？讨论的评论呀，哪方面的呀？我这么问，其实我看完这个片子以后，就网上不是也有一堆声音嘛，就是我就想知道说，导演在你心里边，真正的大女主是一个什么样子？我心目中真正大女主，第一个她一定要有成长的经历和过程。就这个人不是说，就我不想让她一下就开始逆袭了。因为就跟刚才说的似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普通人，然后穿越过去。你比如就是之前的，你比如格格之前拍的那个就是神医嫡女那种，就是这种就是爽文嘛。但是像欢潮这种，其实在我的印象里，然后我希望他自己有自己的性格，然后坚韧，然后他从一个就是穿越回古代的一个新手，然后慢慢成长成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是一种蜕变和成长。我觉得这是我心目中的大女主，就是有成长属性的，对吧？她一定要有成长属性，一点一点没有来。过程。对你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在做剧本的时候啊，就是有两种逻辑。然后第一种逻辑是啥呢？就是我们只拍重生之后的事情，然后重生之后的事儿就是啥？比如第一集的结尾就告诉观众我重生了，然后我知晓一切，是吧？然后或者是我重生了，然后我有了读心术，啊。但是其实那个，我觉得像叶颂这种人物，就我们片子来说哈，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我回到过去，然后我慢慢体验，然后这个封建的这个社会，然后我是怎么在这个社会，然后自己完成蜕变，然后去成长成一个比较坚韧的女性这样的角色。我觉得他其实传递的是一种力量，就是他没有说是传递的某种技能。我觉得叶非常打动我的地方是，他首先他很乐观，而且他很勇敢，他非常相信自己的感觉，就他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就敢爱敢恨嘛。那爱了就是爱了，然后有啥就说啥，我结过婚就结过婚，但我爱你就是我爱你，然后不爱了就是不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干脆的，而且他其实经历了很多打压迫害，但是他始终会保持着向上的那么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女性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当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非常打动我的叶颂身上这些点，我觉得跟我很像，就是可能一个小女生、小女孩，她一定要经历很多东西，但是她保持她的某种内核，她才能成长成大家所希望的这个样子。就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然后我觉得叶颂的内核我就很喜欢。你刚才说跟你比较像，你觉得哪里比较像？就我跟他也是天天遭遇各种毒打，我精神毒打呀，因为确实你就是出来自己工作，然后我们相对来讲这个工作环境接触的人比较多，然后接触的事情比较多，其实会经历很多意外的事情。也是我这2年，就是我觉得叶颂来的刚刚好，也是我这2年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事情靠的是心态，
你只要心态好，然后你本身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它其实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就是化作某种东西，就是会增加自己的厚度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叶颂就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你跟叶颂特别像的一点，还有就是都是非常积极向上，而且生命力贼顽强的那种人。确实是这样子的，我的生命力确实很旺盛。但是现实中不是很抗揍啊，是抗揍。现实生活中虽然是个脆皮，但是内心还是比较强大。你们拍摄的时候，导演有没有揍你们？我他那身板，你看他那身板不行。导演是属于那种全肯定，这全肯定。对。哎，我没有看过导演的班，导演你在现场是什么风格？我在现场，你就是第一是肯定是欢乐的啊，就是我们要快乐拍戏，就是我们的整个剧组，然后其实还是年轻人偏多嘛，然后有很多00后，然后00后是最容易玩得起来的啊。然后，但是到某重场戏的时候，然后我就会严肃啊。对。尤其是那天拍到了明天7点的时候啊，但是既严肃，然后又劳累那种感觉。拍到7点啊，就是拍那个抱月楼那场戏的时候，拍着天亮了，我说算了，然后把那个天亮之后的戏，然后全都删了，然后后来第二天晚上又重新拍。对，本来都决定删了，但是第二天就觉得不行，还是努力吧，然后第二天又拿回来又重新拍了一遍。过不去，有点过不去，有点太牵强。心里边就觉得说不能不拍，要不然差点东西。对，总感觉你这个就不完美了，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作品。而且是这样子的，我前期其实这个项目我们是几月份拍的来着？11月。今年4月份拍的。但其实去年的3月份，导演就已经给我看了《凤凰条》前3季的本子了。然后那会儿他来找我，我那会儿应该也是去成都拍戏吧。然后他就告诉了我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个，然后让我看了这个本子。其实我第一次看这个本子的时候，我是有点诧异，我说这不是传统意义上面的那种，不是传统意义的那种古装剧，然后跟我想象中之后，他跟我说了很久啊，跟我想象中我感觉有点区别。然后我就越看到后面，就是看到20多快30集的时候，我好像能有一点点能 get 到导演想要什么东西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大胆的尝试，大家确实是需要去接受一下。然后呢，拍前的时候，那会儿应该是又是我去成都拍戏，是不是？去年应该是拍那个昭昭的时候，然后导演那会儿给我看了一下这个剧本，他当时在画这个分镜，就我们凤凰条它是有分镜的，就他自己拿那个 pad 跟那个摄影大杨老师他们画了很多分镜，包括很多重场戏的景，当时就已经在找，因为这个项目本来是打算5月份拍的。对。然后我惊呆了，我第一次拍戏就是拍短剧哦，有导演给我看他画的分镜，就是这一镜后面的景是什么样的，人物关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是什么样子，就是每个镜头全都在他脑子里。所以其实现场拍的时候，你虽然是这个周期拉得很长，比较熬，但是你拍起来不会觉得很累或者怎么样，因为导演给你的那个点十分准确。他那个第1集的时候，他就知道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个景就是从哪里到哪里，然后摇出来2个人，然后带出那些旁白，然后前面我不露脸，然后都是一些，然后直到后面我主观镜头说是什么人秋雅结婚我进去个毛线，或者就走我们去喝酒，就是那块才露出我的脸。其实都是导演提前已经把每个镜头的角度什么的全都想好了。所以现场效率很高。对，你记得吗，格格？就是我们第1天拍的第1镜，就是苏晨来那个山庄来抓你的时候，然后我们第1镜应该就是拍的苏晨，然后到那个地方了，然后你先出来，然后苏若清从你后边走出来那个经典镜头，就是修罗场那个经典镜头，那个镜头，然后我们只拍了2遍，
就是第一天的第一镜，其实我们只拍了2遍，然后就过了。是的。然后因为其实后面我看了那个就是那个粉丝还是谁那个剪出来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挺好的。然后包括我们在后期在剪的时候说，哎，这个挺好的，就挺有感觉的。其实很多镜头我们看着都挺有感觉的。就是，哎，我问一个可能不是特别专业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会感觉这个片子像电视剧的感觉呢？这个咋回答？因为是这样，评论区也有这种说法，就很多评论区也都在说这不像日常看的那种短剧，更像电视剧的感觉。我觉得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风格啊，我觉得就是每个导演是有自己的风格的，然后我们用的镜头其实是比较实在的。你比如我是酷爱，就比如人走的时候，我是酷爱用这种摇镜头的。然后那个就是一些经典镜头，我是想用一些镜头语言上去表达自己，啊，这可能是跟我们就是包括跟我们的那个大杨老师刚哥哥提到，那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就是就是算是我的御用摄影吧，啊，然后我们的想法就是非常契合，然后他能想到我的风格，然后我能 get 到他给我的镜头感，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服化道上面下了好多功夫。就是你看到，我记得去年，然后有一个就是也是业内的朋友，然后我给他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素材，然后说你们短剧敢用这么多群演吗？啊，然后你的那个就是叶颂穿的那件粉色的衣服，其实是我做的，是我们定做的，然后现在还在我们那个库房里，然后挂着呢。啊，所以就是我们在这种就是服化道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包括你想要古装真实感足像电视剧，其实你一些大场面你是要铺够足够的人的。对。你比如就是他那个中秋，他穿着红衣服跑出那场，其实我们要了很多群人。对。但是这场全是人，很少在短剧里面见到这么多群人。对，感觉就是因为有人，他才敢放那么大的镜头，对，给那么多全景啊。因为我们当时全程上了那个就是最大的那个摇臂，就是为了我们把那个大场景拍好。其实短剧要想把那个场面，然后还有这个质感提上来，就是看你的大场景，就大景别的这个镜头，然后做的好不好。就一下就能体现出，然后这个质感就不一样啊。而且那场戏其实拍的很快，我记得好像拍了2个小时就拍完了。对，那场确实很快。对，因为那场调度太多了，那场好像当时有将近100个群演。对，100个群演。对。然后就是还是男女老少都有，就是你看到有小朋友，然后在那跑，然后什么都有，然后还有那个就喷火的那些，然后就各种就都有，真实感很强，真造呀，这真是花成本呀，就是难怪整部剧感觉真是。而且他这个剧就是我不是有一点点的骑马戏嘛，所以其实在5月份要开这个戏之前，导演就已经让我在成都学了4、5天的骑马，然后包括这次11月份开之前，他又让我在横店又去学了骑马。虽然我的骑马就只有那么1、2个镜头，但他也是让我学了实打实将近1个礼拜，给我报了很贵的马术课去学的。其实主要是怕，就还是会担心安全的问题。对，因为你要就是他，我知道他其实短时间然后能把马骑得特别好，其实不是特别现实。而且去年确实大家工作然后都比较忙，但是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克服恐惧，然后让他有基本的这些就是骑马的知识。因为咱们你看你学骑马那个马特别温柔，然后又矮。然后咱们剧里那个白马，我天哪，那比那个要高出好多呀。对，我依稀记得我当时学骑马，就是他的那个，我不知道评论区有没有宝宝上过骑马课、马术课。我去，我第2天到开始，我的那个腿都是站不稳的，就是一直在抖。那学会了吗？现在没问题了，现在那是完全没问题了，因为横店的马上马术课，他们不教你，他直接就把你放到马上骑吧，只要摔下来就没事。
然后我来横店，我骑着那匹马就是跑了4-5圈，我发现哎，我会呀、然后我就走了。对，这次就是因为你们项目合作也比较多，这次合作跟之前以往有什么不太一样的东西吗？完全不一样。这次导演非常认真。哎，你好好说话啊！你得好好说啊，这个。因为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合作的全是现代戏，然后其实就是现代戏，邵志导演的风格，他是要抓那个感觉。就你不管是看我的桑总啊，看昭昭呀，看指尖沦陷呀，就这些剧它都是只要男女主之间把那个感觉就是做出来了，就是这个戏就对了。包括雪落时，就他可能每个剧，他比如说雪落时，它就是一个破镜重圆的一个故事，他只要把他们的那种破镜重圆的那种感觉做出来，他觉得哎，这戏成功了，可以了，他就只抓这个感觉。但是凤凰巢不是，他不只是要抓感觉，他要抓每一场戏，然后每一场戏的调度，然后每一场戏的细节，就每天的每一场戏他都非常认真，非常。我凤凰巢是我有史以来见过他给我讲过最多戏的时候。他都是说演没演这个，然后凤凰巢是，他就拿着本机在现场，他要盯着所有人的。然后每次开拍前，我们就在一个地方，就是不拍戏的时候，永远是在一个地方去，他给我们讲戏、讲本子、讲这场戏，他想要什么，很认真啊！不愧是你花钱最多的项目，就是。你起这个多俗呀！确实是不是特别一样？因为我觉得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早期的其实短剧形成的时候，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偏情绪的一个产品，我把它叫产品，然后不叫那个。所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然后只需要就是在1.0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把演员的情绪然后调动起来。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成功的产品了，因为你知道产品是结果导向啊，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当时1.0的时候判断一个剧的好坏，然后是看它跑不跑量，然后但是其实慢慢到2.0的时候，然后大家会在意一些，就是我这个质量，这个拍的剧，然后要变得更好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凤凰巢，因为我凤凰巢的想法是在24年底的时候，然后就已经形成了，然后25年初的时候，然后我开始做剧本，所以那个时候，然后我就想做一个完全还是跟市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这是我做内容的一个初衷，就包括之前做桑总的时候，然后大家看桑总会觉得，哎，这好像跟我们就是以往想的那个付费小程序的剧，然后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后面然后拍《玫瑰冠冕》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市场上没有甜宠剧，就是《玫瑰冠冕》，然后一出来，这个徐梦有一个赛道，然后基本就打开了，然后包括而且有好多名场面。对，然后凤凰巢其实也是，就是凤凰巢我唯一遗憾的是24年，25年的5月，就去年5月没开机，这是我唯一遗憾的事情。就如果去年5月开机，那凤凰巢其实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应该是25年的10月份，对11对11的那个档期啊，这是我唯一遗憾的一个。11个那档期导演咱们就过亿了，热度可以没事，我觉得一见钟情对打了。这个什么？什么11啊，11的 top one 是一见钟情啊。凤凰巢跟一见钟情对打了，我的2个大项目。那我不管，那我肯定还是站在这个是吧？该打就得打。一样。哎，就是因为其实，就是你刚才说你可能拍凤凰巢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就是那你的古装跟其他的古装，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觉得真实，就是大家看到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光是有血有肉的叶颂，我觉得所有角色都是真实的，就是包括苏若清也是真实的，就他会把自己的人物形象，就是我会让他把人物形象然后塑造的更立体，
然后他就是那么一个人，他不会说是我因为我是皇帝，然后我就要行使某项特权。其实帝王的被制约的东西，然后才是更多啊。然后叶宋更是，他就是个现代，就是你们看过后面他跟那个叶家老祖的对话，他其实在现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他是一个孤儿，然后穿过去他还是一样这样，因为他没有金手指，所以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想他在王府里，就是古代在封建社会里，王妃想出王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不可以出去的。你出去，然后就会被当时那个社会，这个可以说所谴责嘛，因为毕竟他是封建啊，所以就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活灵灵的人。然后再比如说佩青啊，然后以及其他的那些角色，然后他们都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就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会想这个事儿能不能做，这个事儿合不合理啊？我觉得这是我，没有说是那种就是，像 NPC 一样推动剧情的。其实每个人物出来，你都能，甚至我看很多就是我的那个上法冥王，甚至很多人就是能 get 到他的一些背后的一些酸楚，就包括就是他可能是。他在马上那一段嘛，说他妈妈是什么南疆来的，所以从小不受宠，就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每个人他的人物性格都是很鲜活的，而且你能从他在这个第一个表现中能够追溯到，他本来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成长是什么样的，就感觉很多人他其实是可以单开一本的程度。是有这感觉。最后我自己看。我就觉得说，就是大家其实都1月份到现在都在讲群像嘛，对吧？就是我觉得这好像才是真正意义上一个群像剧。对，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再举几个小例子，就是你们可以在《风潮》这个剧里看到很多小的角色，比如说那个狱卒跟叶宋划拳的那个狱卒，然后他是有戏的。然后再比如说那个叶宋被追杀的时候，那个马夫，我觉得他这是我的搞笑的担当，就他也会自己诠释自己，就是我要演成一个这样的人，而且我并没有跟他多说什么。他说导演，我给你几个，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反而你发现这些小人物，然后都是很有惊喜的，就很出彩的角色啊。还有那个我说那个着火了，然后打开门，哪里着火了那个。我跟你说，后面接的是一句，难怪就是我们北夏国不行了，然后这都是什么人呀？就是老百姓都是这样。我觉得简简单单的2句话，就是它会有很多信息出来。那个演员是我们的演员副导啊，当时我给抓过来，我说就你来。对，每个角色都能感觉到他有他自己的人物性格特点。对，这可能就是让这个剧让你看起来更饱满的一个原因。而且他们的人设是立得住的，就是他所有的举动，包括他说话，他的就是思想斗争，都是非常有据可依的，和他的成长背景都是相关的。对，而且在很多人说打开第1集，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看完了。对，因为我自己在追这个剧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点，就是它的那个节奏非常非常舒服，就是而且我在追剧的时候，我自己心情也是有那个节奏的。有一些时候我觉得很搞笑，就比如说第2集跟第3集的那个过渡，刚被打了，然后下一秒就爬起来，就是上一秒我说我去，这男的打人，家暴男，女主你给我打回去，然后下一秒你就然后就觉得很搞笑，就是他一直会调动我的情绪，包括有些地方我也觉得这有点意思，那个人又有点意思，然后这里就是有时候看的我也很生气，就是咋又被打了，太惨了。但是不得不说，格格真的是我看这个剧前5集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我看到后边，我觉得说格格你演的真好，就是你的性格特点，我是能感受到那个人物的。因为你演的时候就是比较松弛，而且确实在拍之前，导演就一直在跟我讲聂颂是大概什么样子的人，他这个剧想要表达什么。
所以其实真的开始拍了之后，就一切都很顺其自然。不，他是这样，他在我组里会更放松一些。对，我会自己发挥很多，就是现挂，天天都在现挂。就我演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会这样演，就自然而然的就演出来了。啊，而且我能懂他一点是啥呀？他第一遍永远是最好的。哦，是了。啊，所以就是所以我不会特别轻易的拍，我必须要跟他就是我们对好了，对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拍。我尽量都是把第一次拍摄，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在拍摄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先打 A 面，再打 B 面嘛。我尽量把 A 面先给他，因为我怕他到时候情绪那个会落下来，知道吧？对。他第一遍是更好，是最好的。对。知道吧？因为我演戏是这样子的，我演戏不会预设我要做哪个动作，我说这句话是怎么样的，我会把这些东西全忘掉。我是一直在回味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感觉是非常难找的。然后我在开拍前，我一直找这个感觉。直到开拍的时候，就是那个感觉到了，然后自然而然的这一遍就演完了。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说再来一遍的话，我这个感觉就没有了，我会重复我第一遍，但是往往就是小表情、小情绪，它会没有第一遍那么让人惊喜。哎，真的，我听你俩就是聊这个东西，你知道我脑子里边有一个什么反应吗？因为前两天有一个哥们在网上说短剧不应该精品化，但是我听你俩聊，我操，我觉得说就他妈应该精品啊！你们就是真的在认真研究每一个细节呀，太牛逼了啊！就是应该有这些东西出来呀！操，为什么不应该有呢？他妈的！不是啊，就应该精品化呀，不然费那么大劲拍短剧很累的，超级累，对身体跟精神消耗很大，而且。就是这么多，就是穿越剧，我觉得这一部，唯独这一部是我真真切切就是在就是叶颂这个角色上能够感受到，他就是一个现代人，他没有通过一些所谓的网络的那种梗，然后抛出来，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是他是一个预设的这么一个人设，但是他所有的语言啊。就是他的说话逻辑，然后方式，包括语调，都和他们所有人格格不入。就那个状态一下就，他就是一个现代人，就那个代入感非常的强。能感受到你们都很专业，真的你们都很专业。对，导演，你这个剧里边有没有你自己的私货呀？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私货是啥呀？就是你自己想表达的内容。我想表达内容啊。我分2点说吧。第一个，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向往自由的人，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拍出的东西，然后应该有我的底色在，就是我想表达什么，然后我觉得可以在我拍出来的东西上有所体现，然后被大家感触到，就反而就是叶颂的这种自己就是向往自由的精神，然后不断成长破圈的精神，然后是我想表达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其实是，就是拍这个剧的一些初衷，其实我是比较想拍就是就是女性成长或者是女性这个坚毅品格，因为其实我拍过，我之前其实我们做过很多剧，就是文和其实做过很多剧，然后他的人设然后并不一定是特别完美的，因为我觉得人无完人，如果人都是特别完美的话，我觉得就开始有点屈服所以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就是在我的内容或在我的创作里，然后我塑造的人，他可能是一个，他最多是个99分的人，他一定不是100%。对但是我想通过这个事情，然后告诉就是我的观众们，其实99分的人也是很好的。然后他虽然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可以通过我的手段，然后塑造他，然后让他变得更好、更坚强。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总而言之，然后他是积极向上的，他是对待生活，然后是非常阳光的这是我想表达的。太好了。因为这个时候我插个话，因为我跟帅导演合作比较多，一般就是他找来的给我的本子，我会发现他的女主人设都是有瑕疵的，就他一定有我不理解的点。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跟他沟通，我说
女主为什么要这样？就她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我说我觉得这个女性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到后来其实也是在她这儿拍，我有点 get 到，就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存在的，就不会有一个完美人设的女主存在。就她可以存在，但是她不能每一部剧都是这样子的。那我可能每次她找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人设了。我会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小瑕疵，然后有一些她可能本身性格就很小女生。然后包括拍铁落的时候，拍岳不负黎明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啊？能不能改一改？然后其实导演每次都会跟我说，你听我的。他说他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是在他那儿慢慢有概念，就是说哦，就是演员他其实不是在演自己，就是我一定要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子的女生存在。然后有这样子性格的女主存在，有瑕疵、有不完美地方的女生，她就是这样谈恋爱的。她就是可能有时候会作，然后会矫情，她也可以脆弱，然后她也可以就是有自己的小心眼。所以就是每次我跟邵剧导演合作，才会不同的题材，然后会发现是可能很多现代的，但是都是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女主。对。哎，那你觉得就是叶颂，就叶颂身上有没有你自己就是你不太理解的那种状态，或者说你不太能 get 到叶颂的一些性格的东西？我其实一开始看的时候，我 get 不到，就是他怎么能容忍自己挨打？我的性格是那种，如果他第一次动手的话，我是那种我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那种，我是一定要跟他。哪怕我的小命交代在这儿了，我也一定要反抗，我不受一点点气，因为我本人是这样子的性格。然后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叶枫就是老挨打，然后也忍了，然后也怎么样，然后包括就是后面就是他怎么又要回去，对吧？他明明已经出来，他为什么又要回去？到后来就是越演的时候，包括很多观众其实也有这个疑问。到后来越演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叶枫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人，他觉得挨打其实无所谓 ，I don't care， 但是我就是要耍嘴炮，我就是个街溜子，我就是嘴巴厉害。然后我觉得他回去也是，就是他是一个内心非常纯净的人，他心里像那种我一定要对得起自己，他没有那种杂念。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心里过不去，我要给自己一个交代。他就是会回去，哪怕就是我挨打，因为结果是他不可预知的呀。我是因为上帝视角，就我看到他这个结果了，可能跟观众一样，哎呦，他回去太惨了，你别回去，你看吧，你被打了吧，就有点责怪他的意思。但其实，在叶枫视角，他只是想要给这件事情在自己的心里边一个交代。就我觉得他是那种我可以死，我可以被打，但是我心里不能有结。他就是非常坦荡的这么一个人。对。哎，导演，你就没有想过稍微加一丢丢金手指类似的东西吗？不能加。加点味儿。我来跟你说一下我做这部戏的初衷。作者千脸军校，因为我是非常喜欢这本小说的。然后军校的风格，然后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做内容的初衷只有一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其实，在网文就是早在字节跳动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做了，然后做很多很多年。然后我们当时在那个公司里面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要做的是小说影视化，就我们当时想让中国3亿网民，就是小说这个小说这个网民，然后看到我们短剧的时候，然后跟看小说的感受是一样的。哦，所以就是我一直做内容的理念是，我要尽量的去尊重原著，除非我能跟作者聊好，然后我能把这个东西然后改得更好一点，就在影视化的角度上改得更好一点。所以就是我们凤凰巢其实是在还原原著，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书粉，因为这个书粉太广了，知道吧？就是年龄段它拉得非常非常大，但是好在其实我们的书粉然后对我们评价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在用心的去做一个小说还原的事情啊，所以咱不能加金手指。对啊，而且我也看到了，就是
作者老师的反馈，因为他有给佳宇，就是我们这个凤凰城的制片人，然后有夸赞我，然后那个制片人就指定给我看，所以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我看那个就是大家评论里边有很多都是书粉过来去评价这个剧的，然后书粉还在讲说这个从头到尾的一些东西，大家对这个评价的反馈都很好。是的。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书粉都很多，然后他们都会，就是他们看完之后，然后都会给我发消息，然后说，哎，可以不错。哎，我就是还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因为其实短剧里边各种穿越啊，就是导演，你如果说穿越回去，你最想穿越到什么时候？最想做什么呢？哎呀，你这个真的是又问到我昨天刚跟他们说完。就是我最近可能是，也就是种种原因吧。然后我因为你知道做内容的人有时候情绪然后会波动的会比较大。我最近特别想回到18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最近的工作比较累，然后我想回到就是当年上高中的时候，然后那个很快乐的氛围，然后每天不用想那些事情。格格呢？格格，你想没想过这问题？天天穿越，你们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想，我其实最想回到的也是18岁，就是17、18岁。咱俩还挺有默契的。那你俩还能认识？你俩还能一块儿玩？那个我的18岁跟他的18岁还是差着年龄的。那还对啊，他18岁的时候，我那会儿还没开始看小说呢。你们这要回去重新高考一遍吗？这样的，我18岁已经上大一了。然后呢，18岁可以干很多事情，就可以自己出来工作了。我常常在想，就是短剧这个行业，它现在很好。我们22年、23年、24年，说实话，那3年环境非常恶劣，但是我那3年又拍的比较多，反而是这2年环境好了，我拍的少了。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是身体原因。然后我觉得，我如果是以18岁的身体，然后到我现在的这个环境的话，我应该要做的比现在会有劲儿很多，会更有热情，也能创造出更多的作品出来。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想这个，妈呀，我脑子里真是全是工作。是，你俩讲的特好。我现在是什么心有什么余不足什么的，那个怎么说来着？心有余力而不足。对，我现在脑子已经熬傻了，已经。因为我们也是，就是我跟我搭档五爷，我们去年在盘点就是你们这些剧的时候，就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山川文和的东西，它确实爆款率很高。对，就是导演，就是因为有的是你导的，也有的其他人导的，就是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吗？而且今年以厂牌形式出来的爆款的剧好像也没有特别多。是的，你们的厂牌。你能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你们的爆款率就很高吗？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还是在原司，不得不提一下字节老东家，我们还是在原司积累了非常大的网文经验，就是我们大概做了1000部信息流吧，就当时信息流就是跑量逻辑，也就现在短剧的那个逻辑，所以就是我们内容的基底，然后是信息流。就相当于我有短剧的1000本试播集，就我能 get 到，然后它什么内容，然后是能跑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短剧还是一个内容行业嘛，就是咱们以 IP 为主，然后以内容以剧本为主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厂牌风格也是一个啊，就是我是会在出来那个做这个厂牌的时候，然后我会觉得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我们有自己的风格了，然后我们有自己坚守的内容逻辑了。那我觉得我们的爆款率一定是高的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每部爆款，然后确实需要用心打磨啊，就是好作品一定是磨出来的，它不可能是你这个将就一下，那个将就一下，然后它能出好东西，那不太现实，我觉得。啊，其实就这3点。其实你去年你也不直播，然后最后我们盘点数据的时候就发现说，山川的数据是真的很好。然后你们好像也不太愿意对外去讲什么，就是你希望大家
就是用户脑子里边的山川文和这个厂牌是什么样子的？你能给我们几个形容词吗？厂牌呀，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外面其实是比较低调的，但是其实我是希望我的作品是高调的作品是高调的。对，这其实是我们对整个团队的一个风格，因为我们还是要提老东家哈，就是我们还是受到了一些字节的管理理念的这个熏陶，所以我们整个团队然后比较扁平化，然后都比较务实。就我们之前有一个这个企业文化，就是那个老东家的企业文化的求真务实，所以就是大家。这些人其实我们团队里，然后没有什么职级之分啊，然后大家都相互称同学或者叫名字，然后这些人就是其实我们都在认真做事情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团队的标签啊，求真务实啊，求真务实，然后还有一个 always day one 始终创业啊，就是我们愿意把每一天都当成最新的那一天。求真务实，哎呀妈呀，真的是很难，太接地气了！你们这企业文化有点太官方了，可以过了这个法。我现在想替大家求个真，咱们评论区好多人在问，2什么时候拍啊？什么时候上可能是最关键的。现在马上100万预约了，你要是11月份拍，我估计是不是得1000万预约了？压够到的11月份拍。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还是就非常愿意拍这个，然后我觉得我们先把那个剧本再打磨一下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会根据第1季，然后大家的一些声音，然后我要再去跟那个军校去聊一聊啊，然后我们把它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因为你们知道我其实拍甜剧拍的比较多。就是我拍甜能甜死大家，那肯定是大家想看啊，所以就是什么时候拍这事儿，我觉得第一个还是我们把剧本弄好啊，然后其实大家都是有迫切想要，然后去赶快把这个事情然后落地的我也是非常想啊，但是肯定是要把剧本给做好，然后再去搞啊。你说我今天看评论区，就是大家对于比如很多剧期待2的时候，有些不太一样，就是有些剧是可能就是比较爽、比较开心的剧，但是唯一你的这部剧《凤还巢》这部剧，大家的期待的走向是说在内容上，就是大家希望第2部的内容上有一个他们想象中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一样。我今天翻评论区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说，就是有的是说我好期待2快上线呀，很多其他的剧，但是现在除了《凤还巢》以外，就是我希望2上线，然后这个故事要怎么讲。希望夜送翻身。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挺牛逼的，就是因为用户是在关注你的内容跟剧情的变化上，而没有关注到什么演员其他的上头，这个是非常大的。这几个月很多不一样这种1、2、3的剧最大的一个特点，这是跟其他剧最大一个区别。这是对这整个剧的肯定。对，这是对这个内容的肯定。对。我觉得真的，今天你们聊了，就感觉真的，大家真的是在认真做内容，而且我们也能感受到你们真的很专业，用心在做这件事情。是，其实我作为演员呢，就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一点，就是跟不同风格的内容团队或者是不同的剧本，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大家也都知道我，今年29岁，突然 Q 年纪，因为是这样子的，年纪越大越身体机能越跟不上，然后呢，就是人会容易觉得累，然后有时候就是要觉得你要累得很快乐，就快乐的时候你感觉不到累的。所以说这个剧本的内容，然后团队的创作氛围，以及就是这个拍整个片子这个过程中的感受，而且人是会被周围的那个环境所熏陶的。因为我去拍《凤还巢1》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大家都非常认真。就我不会说是哎呦好累，不行了，心脏难受，熬不动了。我每天熬到凌晨，就是早上5、6点，我说你牛逼，不熬不完。我说今天这太牛了，太牛了！就每天感觉状态都非常好，就很期待，就是今天又能，就是夜送的这个进度呢，又能多了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作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觉得2的话，可能会更上头，因为我看了一下2预约的那个简介，哎呀妈呀，
很多人拿那2的预约出来，然后发那个小红书那边，发书那边。我刚看他们评论，就是2的预约现在已经94万了。所以我说，你要11月份拍，你再过2月可能上千万的预约了这部剧。真的是，天天被大家催。是，其实我觉得2它应该啊，因为我脑子里我一直不知道2它会，邵志导演会讲出什么样子的故事，它的重心会放在哪里。但我隐隐感觉，就那个结局一定很爽。就是大家都还是感觉1没看够，就是希望2赶紧发生点更多的一些事情。因为1还是那个初期萌芽时期，我觉得2大结局最起码叶凤她是非常爱自己的，然后就是做了就非常潇洒的那种，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就是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并且我自己能为自己的所有选择兜底，就很幸福很自如，我觉得很爽。咱们这么一聊，就感觉2得爽死了。就是而且好多人还非常期待那个2能有第3种可能。就是我来个凤凰巢3是吧？哎，不是，就是另外一个皇帝。因为就不知道女主要做什么样子的选择，对，把重心放在哪。但是我觉得真的可以，就是2的故事，如果说讲述到那儿的话，我觉得3的话，你先想3的是3的话就可以回到邵志导演最拍的最多的、最擅长的就是小甜剧，就是浪迹天涯之后他们会发生什么呢？哇塞！哎，那你俩近期有在合作的项目吗？好像有哎，我天哪！你俩这表情不太对呀。我的档期表，因为我的档期表是在那个智能星球上随时更新的嘛。我的档期表早早的更了一个很远很远，我过生日我又要在谁的组里过生日了，感觉去年的重要节日都是在邵志组里边过的，我今年的生日，哎，这么具体吗？突然6月份那个，说了就说了嘛，只说一个6月份，6月初，因为这个项目是年前，又是年前就想拍的，然后一直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吧，然后就是没能拍了，所以就是今年也是又提上来了，也是一个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项目。我跟你说，那个6月份那个项目可能要突破我所有都市剧的极限，就它会是一个超级精品项目，我自己这么认为哈。你凤凰巢的投入还要大。不，咱不说投入，不是说钱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我对它的预期是高的，我希望再做出一个都市。就我今年有2个愿望嘛，就是除了凤凰巢啊，我今年有2个愿望，就第一个做一个都市的一个好文，就做出一部好剧来，我就想放到6月份那个做。然后第二个愿望是我今天想拍一个超级甜剧，就是也是都市向的，我想拍一个特别好的甜剧。然后包括就是我们会就不仅在内容上吧，然后我觉得在全方面吧，就是镜头语言，然后设计上，然后我们都想拍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啊！哎，这太有意思了，这聊着聊着还聊出点新鲜的。那我俩到时候有时间，我们一定去探班，好不好？可以啊，对。我没有看过邵志导演在现场的状态呢。我特别想问一下，邵志导演是我应该见过最儒雅的一个导演了，就是。哎，那你说谁不儒雅？你先说谁不儒雅？谁？李少志。我不。格格，你大声告诉我们，邵志导演这么儒雅的人，在片场会骂街吗？其实他在片场，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就是会跟他生活中是不一样子的，就是因为导演决定了一个剧组的创作氛围跟所有工作人员的一个状态，所以导演在现场还是很严肃的，然后大家干事干活才会很认真。对。我是这样，就是我在导戏的时候一定是认真的，但是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一旦要是凶起来就会很严肃，就是这个事情就会被上升到最高等级。
就你知道吗？有时候儒雅的人生起气来，他的行为会比骂街更让人心里犯怵。骂街是骂完了，哎呦，你听完一耳朵，其实也就没事了。但他这个有点虐心呀，有点害怕呀，就是大家会自我反思，是不是？是的，点到为止的那种，非常可怕。争取下次他们全都给他录下来，全都有在问六月男主是谁？这个得保密啊，这个得保密。但是绝对是啊，是吧？顶格了，肯定是。每次都是我不保密，然后除了我之外都是都保密。我最近也是，我最近总是在第三方得知然后一些消息，没办法，藏不住。我也是，我也不知道，就是现在大家消息都非常的超前。我好奇，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因为今年项目就是会比较的，因为今年想要重新拍嘛，就是对待项目上，除了少基这边真的是他一找我，只要时间 OK 我就来，我都多的我不问。然后别的话就是比较谨慎，可能就是比较多吧。但是每次就是前期啊，可能聊的这个过程大概有1-2个月，有些项目甚至会聊2个月之久，就是导演是谁，制作公司是谁，然后本子全集，然后男主是谁，就一个一个抠这个戏。然后只要不管聊多久，只要一签合同，立马网上就能刷到我的那个新剧的消息。但是有一个什么合同库吗？但凡是签了合同的，就是立马就是很厉害。短剧现在很疯狂的，大家每天都要知道你们在哪儿干什么，然后你们下一部剧是什么，谁拍的，谁出品的，男演员是谁。我说聊的时候也没有听到任何风声，一落合同，立马消息就出来了。我说没关系，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说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些剧了，关注你们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好事儿，好不好？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就是一个人再推荐安利一下《凤凰巢》，好不好？没看的小伙伴一定要去看一下。各位先来。就是我们的那个传奇耐打王夜颂已经度过了前面的阶段，大家看完之后一定不要忘记点自己发财的小手预约一下我们的《凤凰巢2》，然后它也即将在果果上面，还有我们的抖音的原生剧场文和跟大家早日见面，然后期待我们第2季我们的叶大将军闪亮登场。好嘞。哎，那我就说一个啥吧，我还是希望大家去看《凤凰巢》这部剧，然后从中找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有一些新的感悟和体会啊。然后也是我们做内容的人，然后做创作人，然后真心想要看到啊。感谢大家啊，多多关注。五爷，你也推荐一下吧。我觉得《凤凰巢》是我目前看到现在以来，就是细节上有很多导演的对内容和人物理解的小巧思在里面，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深扒，2刷、3刷、4刷那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认真的拿放大镜看一下《凤凰巢》，然后顺便期待一下《凤凰巢2》早日上来。我刚才脑子里边一直想，我说《凤凰巢》明天过不了7天，我吃屎呀！我一想，我不能这么说了，这那网友他真的让我吃去，我跟你讲。但是我要说，就是在这么寂寞冷的4月份，《凤凰巢》给了所有观众一个新的期待跟新的期望，所以特别感谢导演还有格格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作品，好不好？好，非常感谢，非常的专业，真的非常专业。我们之前不正经聊太多了，我感觉好像头一次聊这么深的问题在直播间里头。希望明天的凤凰巢能够继续逆跌，然后必须的，肯定的。然后我逆跌，然后那个五爷你吃。我给你冲走。好吧，行嘞，那咱们今天就这样。好嘞，好，拜拜。也期待邵志导演和格格多出爆款。好嘞，太棒了。
凤凰城还是很棒的，拜拜，拜拜，明天见，明天见，6月都来给我过生日啊，都来给我过生日。好的，没问题，保证到上班。好，拜拜，拜拜，也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凤凰巢。好，一个饭撒了，好的，又快饭撒了，拜拜。